婆婆瘫痪5年，儿女不管不问，旅游散心。公公说这都是她应得的报应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大家听我细细道来。小燕在和老公结婚之前，大姑姐就已经嫁人了。但小燕在结婚之前，还是了解了大姑姐和婆婆之间的事情。听完整件事确实让小燕匪夷所思。她不敢相信一个做母亲的能够有如此狠的心，她不敢相信一个做母亲的在子女身上会打这样的主意。事情呢是这样的，大姑姐大学毕业之后要和交往了2年的男朋友结婚，男朋友是外地的，家里比较有钱，也是一个独生子。俩人有了结婚打算之后，男朋友就让家里人在当地买了一套3居室的房子，想着以后两人结婚作为两人的婚房。婆婆知道大姑姐谈了一个有钱的男朋友之后呢，先是3番2次的去找人家借钱。对方看在大姑姐的面子上，前前后后总共借给了婆婆6万块钱，但是婆婆却用这个钱去还了她欠下的赌债。事后大姑姐知道了这件事，特别生气，婆婆这边却在骂大姑姐是个白眼狼。俩人好不容易熬到大学毕业，大姑姐回来跟家里人说自己要结婚。本来呢，结婚是件喜事，可是婆婆又闹幺蛾子。婆婆对大姑姐的男朋友说，我女儿是个大学生，可优秀了，她现在也不愁嫁，很抢手。你要是觉得你俩是真心相爱，彩礼必须30万，1分也不能少。大姑姐听到母亲说完，顿时惊呆了，于是就跟婆婆大吵了一架。可是婆婆丝毫不妥协，还对大姑姐说，你傻呀，他们家有的是钱，这点钱肯定拿得出，你就不能让你妈享享福吗？她要是不肯给这点彩礼，说明这2年你也白跟她了。她既然爱你，就要让她拿出钱来证明。最后大姑姐的男友还是把这30万给了，可是大姑姐跟婆婆之间的关系却出现了很大的裂痕。本来呢，大姑姐想着婆婆可能只是为了考验俩人，等俩人结完婚了，说不定婆婆就把这彩礼给退了。可是结完婚，婆婆不仅没有退彩礼，还没有给大姑姐准备任何嫁妆，而且还用那些彩礼给自己买了套房子。虽说老公并不介意这些，但是老公的家里人非常的看不起大姑姐，偶尔还会讽刺地说，你妈可真厉害，拿着你的彩礼钱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子。她自己倒是住得挺安心啊。大姑姐面子上非常的挂不住，从此跟婆婆也就面和心不和了。有了孩子之后更是很少来往。小燕呢，一直觉得大姑姐是挺好的一个人，因为小燕和老公结婚的时候，大姑姐出了不少力，婆婆有几十万的存款也舍不得拿出来给儿子娶媳妇，让儿子自己想办法。所以当时老公没办法，为了娶小燕回家，借了20多万的外债。订婚的时候，小燕的母亲按照当地的习俗，彩礼要了8万8，要求男方必须有婚房。母亲给小燕陪嫁一辆车子。老公本来想着回去跟婆婆借钱，可是婆婆知道这件事情后压根儿不理，还对自己的儿子说，你有多大的本事就耍多大的威风，你要是没钱，这个媳妇儿你就别娶了，我可没有义务给你娶媳妇儿。丈夫无奈地跟她说，妈，这个钱当我借你的，这2年我存的工资刚好够给彩礼，你再借我点儿，我去付个首付，等我结婚了，我慢慢还给你。可是婆婆害怕儿子骗她，死活不肯借给儿子。其实对于小燕来说，这些都无所谓，因为俩人是真心相爱，就算没有这些物质条件，俩人也会选择结婚的。婚后小燕很想和婆婆好好相处，可是婆婆呢，总是一副很高傲的样子，觉得小燕夫妇以后肯定还会有求于她，所以跟小燕说话的时候也是一副高高在上的语气。平时过年过节，小燕夫妇给双方父母买的东西都一样，俩人给小燕父母送的时候，父母都特别开心，说话也是和和气气的，回礼也会一大堆。可是当俩人给婆婆送礼时，就算大过年，婆婆也不会留他们在家里吃饭。婆婆还总是嘲笑着说，我这儿子生了和没生一样。
别人用1辆车就把她给收买了，话里话外都在贬低自己的儿子。时间长了，小燕跟婆婆的关系也就很平淡了，丝毫没有家人的那种感觉。反而呢，俩人跟小燕的父母关系特别亲近，一家人时常聚餐。天有不测风云，1年后婆婆出车祸，导致瘫痪，下半身不能动，接下来的日子只能在床上度过。在医院住了1年多，婆婆之前的存款也花得差不多了，儿女也尽了一点绵薄之力，但都是杯水车薪。公公只好带婆婆回家休养。婆婆瘫痪的几年都是公公一直在身边照顾，儿女很少去看她。小燕这个做儿媳妇的偶尔还过去看一看，但是大姑姐基本上就是不闻不问，自己呢还经常带着孩子出去旅游散心。小燕跟公公说起，如今婆婆瘫痪5年，儿女不管不问还出去旅游散心。这个时候公公无奈地说，这都是她应得的报应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你们觉得最后这个结果到底是谁对谁错呢？欢迎下方留言哦。